各位喜爱棒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跟随中华民国听障棒垒球协会 FB 以及 HOP Sports 的转播平台，来到林口国立体大棒球场，欣赏到第一届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赛事的一个进行。今天在第二天赛程的第二场比赛我们将要为各位带来韩国队对美国队的一个转播。那我是这场比赛的一个主播。那今天来协助我们的一个手语翻译老师是张俊仁老师，在画面的左下角。那大家一起来提供这个转播服务的工作，带给大家这一次在台湾举办第一届的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的一个赛事。那早上在这个场地所进行的第一场比赛也顺利的来完成，是由日本队那在7局结束之后，以10-0取得这场比赛的一个胜利。那日本也是在这次的赛会首战来拿下比赛的获胜。当然，连续2天在墨西哥队这边的话是吞下败仗。那这场比赛来看到韩国队的一个先发打序第一棒是金善道，第二棒李允熙，第三棒徐炯明，第四棒宋永泰，第五棒孙正浩，第六棒徐吉元，7到9棒分别是马孝俊、金尚贤以及金权士。那在美国队今天所安排的守备阵容方面，先发投手是 Silva Wing， 搭配的捕手是 Green Star， 一垒手 Josbar， 二垒手是 Roscoe， 游击手 Anderson， 三垒手 Bassman， 三名外手由左至右分别是 Long、Gum 以及 Paval。那这一次的赛会从2月24号开始一直到228，连续5天的一个赛事来进行。昨天开幕当天除了开幕典礼以外也进行了一场比赛，由中华队来跟墨西哥队交手，最后是由中华队来收下比赛的胜利。那今天第二天的赛程前面一场比赛有介绍到，美国队会比较辛苦，在今天的一个赛程当中需要1日2战。在这场比赛结束过后，还要紧接着会短暂的休息完马上要跟中华队来进行单日连续第2场 Double 黑的一个赛事的一个交手。那在这一次参赛的韩国队这边在大会秩序册所提供的一个资料上面其实韩国的一个听障棒垒球协会，在参与这一次赛会来讲的话，他们有提到说，在超过20年前其实在他们的会长先生过去也在这个听障学校担任这个教师的一个工作，然后也教当时的这个学生从事这个棒球的运动。那在过往来讲的话，其实去找一些资料看得到，在韩国的部分也有这种听障的选手，过去曾经有这种机会在美国奋斗，然后甚至来想要挑战这个最高层级的大联盟的一个赛事那当然，这个都在他们国内对他们的这些参与这个棒球运动的这些听障选手上面有非常正面的一些影响。所以这次来到台湾来参与这个第一届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大家也感到非常的一个兴奋。
啊，比赛在不久之后即将正式展开。那投手刚热身的过程当中哦，其实透过转播的画面不难感受到，其实即便是这个听障棒球的一个比赛哦，这些代表各国家出赛的成员，像美国队这边哦，哇，那是比早上看到的这个墨西哥队哦，更有这种强力棒球的感觉哦。等一下，不妨来感受一下这个先发投手的速度就知道了。哦，这真的是蛮快的啊。好，一举上半，韩国队的进攻，开路前锋金善道。这球本垒正上方的一个飞球，有一些风势的影响，不过没有问题。捕手稍微移动之后，把这个球在本垒后方的区域给接杀出局，一人出局。那其实如果对这个，因为虽然这个情收哦跟一般我们看到的一些国际赛哦，各层级的国际赛不大一样，但是如果对这个听障棒球准备一些资料或他们相关资讯有兴趣的球迷朋友去看一下的话，会发现像韩国他们在听障棒球这边，哦呦这边出现触身球，我这个天气冷挨这一下哦，应该蛮痛的。早上的比赛其实日本跟墨西哥两队都有球员哦，被触身球，而且是打到比较危险的位置。相较于这个球虽然比较快哦，但相较于早上哦，这个打到的地方比较接近护具，也是采取一个比较安全闪躲的方式哦，那应该就还好。那刚刚所提到，在韩国这边他们的一个听障棒球协会哦，其实也有蛮完整的网站哦，在他们国内有参与听障棒球的一些球队甚至球员的资料，都还蛮详尽的啊，包含他们的一个赛程啊、战绩等等。第二棒李允熙被投手触身上垒之后，接下来在打击区登场打击的是徐炯明。那这边就来观察到投手在无人出局，在垒上无人的时候，刚刚展现的不错的一个球速哦，但换成这个垒上有人，必须要采取固定式投球情况底下，控球跟速度的发挥是不是能够跟垒上无人的时候一样？这时候转身做了一个牵制，也让一垒跑者哦是用这个前扑式的一个方式哦扑回一垒垒包。离垒距离还是抓得蛮大的哦。投手接到这球之后，脚步稍微没有踩稳哦，所以后来就放弃了传二垒来封杀前面跑者的想法。不过起身之后转身传向一垒还是没有问题，顺利取得自己投球底下第一局开局的第二个出局哦。哇，这个球接的也是蛮拼的哦。最后是跪在地上，直接往一垒来做传球。两人出局后，韩国队第一局上半的进攻，跑者林允熙是攻占二垒，打击的轮到宋永泰上来打击。这时候看到美国队投手，不管跑者在一垒或二垒得点圈的时候，都频频往垒包上来做牵制哦。尤其在二垒得点圈有跑者的情况底下，试图缩短他的一个离垒距离哦，避免真的出现短程安打的时候，让对方太轻易可以回到本垒来攻下分数。
但美国队这一名先发投手 Silva Wing， 他在球速的部分是明显比早上的日本跟墨西哥那一场比赛两位的一个投手球速快上许多哦。打者面对一个比较偏内侧偏低的球，来拉成一个右半边的界外球，球速来到2好1坏。那这边转播画面也看得到，其实在美国队这边游击手跟投手的一个配合，进去2垒垒包的时间看起来整个就比较有默契哦。搭配上面如果没有做牵制之后，准备要投球前一刻，他出来专心做防守的这个节奏，也比早上墨西哥队来的表现要来的更好一点。那当然，韩国队的跑者看起来也相当有经验并不受这个在往2垒这边要做牵制的影响。哇，投手直接把这个打得不扎实的一个飞球，而且看起来球棒打断了下投球的速度非常快，把这个平飞球接杀之后，也结束1局上半韩国队的攻势。来看到1局下半美国队的进攻，今天所安排的一个先发打序，第1棒 Joshua， 第2棒 Gong，3到5棒中心棒次分别是 Long、Anderson 跟 Roscoe， 6棒是右外手 Paval， 7棒是今天担任3垒手的 Bensman， 8棒 Greenstop， 9棒是今天的一个先发投手 Silva Wing。那韩国队今天所安排的先发投手是金建亨搭配捕手孙正浩，1垒手马孝俊，2垒手是来看2垒手的部分是金尚贤，3垒手李允熙，游击手金善道，3名外手游左自右分别是徐基元、金泉士以及徐炯明。那今天韩国队在先发投手的部分安排的是左投手，等一下开赛之后也可以看一下，假如美国队有人上垒之后，他的一些牵制啦，然后看管跑者的一个动作。开赛第1球，今天偏低角度的球，
美国队打者开路先锋 Strasburg 这边先把这一球给选掉，一坏球走在前面。稍微高度上面做调整，不过球依然是偏外侧，连续2颗坏球。好，2坏球之后要回一颗好球，这一球打者也稍作观察，并没有太积极的出棒。1好2坏之后，连续2颗位置差不多的球，这一次 Strasburg 就很积极的出棒来做攻击了，不过形成一个右半边的插棒界外球，球数来到2好2坏。掉一个稍微胸口腰带附近哦，看起来是稍微偏外侧这边，打者是很有耐心的做出正确判断，把它选掉。面对美国队开路先锋第1棒的一个打击哦，就来到满球数。哎呦，这个时候想要塞一个内角，不过稍微失控哦，也扎在了这个开路先锋的一个脚上面哦。所以今天的2场比赛到目前啊，4队，哇，都有选手这个挨了球吻，而且都在比赛的还蛮前期的时候就发生了哦。主要是把触身球上垒之后，第2棒杠的打击哦，投手这边今天一样是2颗坏球走在前面，所以看起来第1局他整个投球的过程当中，还在找自己的一个放球点。这球看看1垒手追了过去，2垒手最后哇差1步哦，在这个右外野跟1、2垒手后方的一个3不管地带的位置哦，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有人掌握到，形成一个界外球。这个时候捕手是起身跟右外手这边，应该是因为前面那一个界外球的一个落点哦，稍微做提醒哦，要他稍微往前面一些来做防守。又打成一个飞球，不过这一次换了方向，在左半边，一些风势，再把球吹回来之后哦，在左半边这边3垒手就比较好做处理哦，把这个球给接杀出局，1人出局，跑者依旧停留在1垒。现场看到投手这边是用手势哦，在跟捕手做一些沟通哦。其实听障棒球里面的话，这个从一些资料或者说选手啦受访的过程，然后教练去所提及哦，其实因为就是声音在一般的我们认知的这种正常喊声等等来讲的话，不大一样，所以手势的沟通哦就特别重要。
连续几颗球，投手这边都刻意想要压低哦，感觉是试图要来制造滚地球这样的一个想法。我打者这边是都很有耐心的把它给选掉，所以现在到第3棒这边也都还是呈现这种投打对决的过程前期是打者比较取得优势的状态。偏高偏外侧的速球，一垒跑者也有发动盗垒哦。我捕手这边接到之后，大概发现已经来不及了，并没有往2垒来做送球，盗垒成功。野上的一个跑者进站到2垒的得点圈。同时，投打对决这边的球数是来到1好3坏，仍然是对打者有利的局面。本垒后方的一个插棒接外球。那这边有看到，在美国队这边的一个3垒指导教练哦，也是这个女性的一个教练哦。其实早场的比赛，墨西哥这边先发的一个中线球员2游，当时就有讲到，就是这个女选手。那这边打者是又选到了室外球保送上垒。那也是美国队的比赛的关系哦，看到这个3垒指导教练哦，这不得不说这几年这个性别平权，其实在美国职棒来说的话，也已经有不少这个就是大联盟球队他们在小联盟系统里面的专项教练哦，甚至有些球队的这个执行教练、总教练哦，都直接有这个女性的教练来担任哦。这个外角低球并没有获得主审的青睐，所以在第4棒 Anderson 上来打击，目前的一个投打对决球数哦，又来到1好1坏哦。同时刚刚这个保送上垒之后，现在一局下半美国队的进攻哦，是有一个不错的得分机会，1人出局1、2垒有人的局面。这个球被他咬得还算蛮扎实，不过棒头速度出得快了一点，因此形成一个左半边的界外飞球。球数来到2好1坏，投手领先。好，投手这时候用一个变化球，打者先把它给破坏掉，左半边方向的界外滚地球，球数维持不变，2好1坏。好，这时候看到第1局下半哦，有失分的危机可能情况底下，其实投捕都不断透过这个现场教练的一些指挥哦，来提示场上队友的一些站位哦。这个时候要发动一个双盗垒，采取一个前扑式的滑垒哦。美国队这边是很积极的双盗垒成功。这多多少少也因为是2垒有跑者哦，在抓，尤其是左投手的上面哦，离垒距离跟这个起跑的时机哦，再加上又是抓到一个变化球的一个起跑，所以看到这边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哦。后面的一个 follow take 哦，跑者也并没有脱离垒包的情况，所以这也逼使了韩国队这个时候的内野整个做100%的一个区前防守了。
连续2颗低角度的球，一个变化球，一个速球，在美国队打者这边都维持相当好的耐性，把它正确的判断出来给选掉。所以一人出局之后，在一局下半，美国队的进攻这个时候是形成一个满垒的局面。但对南韩队来讲的话，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了哦。所以一开局，金建亨他在面对美国队的4位打者来讲的话，自己本身就投出了包含开路前锋的那个触身球在内的3次40球。所以现在韩国队教练赶快喊一个暂停，上来安抚一下。那这时候40球出现的比较多其实要特别注意，就是第5棒 Roscoe 上来打击会不会锁定第1球来进行积极的攻击教练喊完暂停之后恢复稳定，看起来是蛮奏效的应该是开赛到现在第1名打者第1球是来抢到好球这样的一个对决过程。这球是好球没有问题，不过捕手在接捕的过程当中，第一时间没有掌握得很好，还好没有漏得很远。2好球没有坏球，一局下半，美国队的进攻一人出局满垒的局面。球速领先底下，采取一个比较低角度引诱球的使用，打者这边忍住没有出棒，球速来到2好1坏。那在满垒有封杀、有双杀机会的情况底下，韩国的内野手背是稍微退后了一点点。哇，这球看看落点一垒手往后追，不过最后还是没有机会能够接到。一个界外的小飞球，球速不变，2好1坏，投手依旧是维持领先。那跟刚刚完全趋前不同的是，现在韩国队的守备应该就是希望以抓双杀来化解这一局的攻势。所以2游稍微往后退看有没有机会做这个2游这边中线的双杀。那1、3垒手还是守的稍前如果有正面的球要做双杀，应该会选择传本垒再来抓1垒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稍微偏高角度的球，有点要 check swing 的感觉。不过经过询问请示1垒审，并没有触棒过半。看看侧面镜头，这个也是在极限的地方刹车了不然感受得出来，投手其实还蛮有压力的尤其一开局就碰到这种满垒的危机，所以刚刚2好2坏底下，想要投一个比较偏外侧低的位置并没有办法控得非常准。哇，这个球稍微想要放掉一点点那个速度但似乎还是认为裁判还是认为稍微有些偏高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满垒的情况底下，单局的第4个40球出现这个保送也让美国队在这场比赛取得先持得点的第1分。还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把自己的一个好球带给找到。第6棒跑爆上来，在投打对决的球数依旧是坏球走在前面的一个情况。
哦，这个时候美国队的一个攻击哦，应该有稍微意识到韩国队的投手压力比较大，而且整个控球的感觉并没有很好，所以并不急着出棒。啊、这球打者稍微犹豫了，自己也觉得可惜哦，在做这个出棒准备的过程当中哦，反倒让球棒去碰到球，形成一个擦棒界外球。这个球偏低角度的球，捕手稍微让球漏到旁边的地方。那也因为三垒跑者是因为左投手的关系，其实他在出来假跑的距离哦，做的还蛮大的。不过最后发现这个球并没有漏得很远，所以也没有冒险抢进本垒。依旧是一个提前落地的低球，捕手把它挡在前面。不过这个时候危机是持续的进行当中，从2好1坏，2好2坏，现在又形成满球数了。一人出局满垒，一局下半，美国队已经取得1分哦，攻势延续当中。第6棒的打击，哇，还是一个低角度的球哦，打者这边当然是不会出棒哦。这个时候已经比较是局势在进攻方这边哦。所以在触身球过后，解决1名打者，拿到1个出局完。投手这边是连续出现了4次的4坏球保送，也让美国队可以说是兵不血刃，在1局下半的进攻，目前还没有出现安打哦，就取得了2分。第7棒 Bensman 在1人出局满垒的情况底下，紧接着上场来打击。投手金坚亨现在看起来也有可能会碰到这种就是单局用球数过多、哦，然后导致自己控球的状况越来越不稳的情况发生。所以看到韩国的牛棚区也有投手开始起来做热身了。好，这个时候韩国的教练也喊了暂停哦。这个时候是先向牛棚这边来做示意哦，是不是已经准备好随时要做投手的更换？依旧是偏低的坏球，2坏球刚刚好不容易取得1颗好球要回来之后，这个时候球数又来到1好3坏。这很有可能这一棒如果没有解决的话，照韩国教练刚的那个手势，应该就会换投手。打者在球数领先底下很积极的一个出棒，不过形成一个左半边的滚地界外球。形成满球数，依旧是1人出局满垒的局面。第7棒 Bensman 的打击，哇，还是一个低球，单局的第
连续第5个4坏球，也是投手个人第6个40球。这个时候韩国队教练上来了，那应该就是一定要做投手的更换了。原本在牛棚区准备的投手，这个时候也来上到投手丘。好，更换上来的投手是背号21号的投手李正浩。那从原本的左投手，这时候更换成这个右投手。那也要看看这种刚开局通常如果你不是双先发做准备的话一瞬间太多的一个4坏球、40球或连续安打也要看看在场边准备的投手是不是马上就能够进入状况，整个控球的状态是不是有所改善。韩国队在一局上、一局下半美国队进攻的情况底下，先发投手不稳个人单局6次的一个40球，1次触身球，5次的一个4坏球而且是连续发生的情况底下，紧急做投手的更换。这时候换投手的过程当中，也看到美国队打者在旁边是赶快的在做一些随球节奏的一个观察跟适应。第8棒 Green Stuff 在这个时候上来做打击，场上依旧是1人出局满垒的局面。美国队依旧有扩大分数的攻势，哇！这个时候一上来低角度的球，捕手没办法挡到，那当然就免费奉送分数了。那看起来整个控球的一个状态这换了投手没有办法马上改善，而且还出现这个爆头的情况这情势对韩国来讲当然是很不妙。接下来这一个球爆头之后，稍微做修正。哇，这原本的先发投手是连续的4坏球发生，结果换上来的第2任投手目前是在满垒局面底下有点连续的爆头发生哇，这个送分的一个状况是送的来得更急更快，所以第1局美国队的攻势到目前打到第8棒还没有出现任何一支安打已经5分进账了。前面是不断的一个积累，
然后回到本垒得到分数哦。那满垒的情况更换投手之后，连续2颗的爆头，现在一垒的跑者也推进到3垒哦，前面2、3垒的跑者都已经回到本垒得分了。哦，还是一个偏低的球。坏球的一个比例还是相当高，所以现在投打的一个球数哦，依旧是打者维持领先1好3坏的一个局面。哇，这个第3颗爆头，结果后援投手李正浩上来的时候的3名跑者哦，竟然是他的一个3颗爆头全部都给送回来，而且上来面对的打者并没有办法解决哦。Greenstuff 是因为他的一个4坏球，也再次攻占上一垒垒包。好，现在上来打击的是今天美国队的先发投手 Silva Wing。哇，这个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有点是变成捕手哦，因为要不断的处理这些提早落地的球哦，可能整个专注度跟挡球哦，这个体能下滑等等，也会变得相当的快哦。所以这个是连续发生的这种低球，然后捕手也没有办法把球给挡好挡下来的情况。那刚刚在一垒上的跑者也借着这个机会哦，再次往前推进了一个垒包，来到2垒。所以很有可能第2任接任的投手也是在没有办法预期说自己先发的队友这么快就要换下来的一个情况底下哦，其实也是没有准备好的情况底下来上场，这个一时半刻也还没有办法调整好自己的一个好球带。那再加上，如果已经是这个观察到这个情况的美国队的打线哦，不管是打者本身或教练团，基本上都不会随便对偏差太多的这个坏球轻易出棒哦。这个时候又选到4坏球保送上垒，所以第1轮的现在已经进攻1轮，在1局下半，美国队的进攻哦，只有第2棒被解决，其他8名打者哦。全部因为这个40球来上垒哦，这个也在比赛是算蛮少见的一个现象。那这个时候哦，逼不得已，看起来韩国队这边哦，要再继续做换投。更换上来的投手是这个背号23号的球员哦。这个不过也是一样哦，他应该也是在第2任投手上来之后才进入到牛棚来做热身的，所以要赶快来观察一下他有没有办法哦，把这个连续40球控球不稳的状态来改善。换上来的23号投手李相洙，那是采取这种侧投出手的方式哦。但我们看这个1级赛事的话哦，这个韩国队一向他们在侧投或低肩侧投，包含这个像先发他们今天安排左投跟侧投一向在1级的代表队里面，韩国这一类投手的威力哦是非常强大的。所以他们国家在培养这一类投手的一个能力上面，还有技术上面是非常有一套的。我想这是各队就是国家
队或者说他们在这项运动上面选材这种培养上面的一个专长。那即使是这个听障的代表队也是一样哦，会延续这样的一个传统。我现在的关键就是在第一局哦，这个目前必须要踩刹车的情况底下，看看这一名换上来的侧投有没有办法。先不管球速哦，可能控球要先想办法能够来投出好球。试着让美国队速度如果没有很快，你让他打到没有关系，但是不是借由手背哦，来把这样的一个危机给化解掉？哦，这个上来之后有取得第一颗球好球哦。哇！结果 Jasper 这一球掌握的不错哦，打在这个中右两名外野手之间的一个安打。哇！而且借由这个回传哦，哇！这个穿着外套的先发投手 Silva Win 竟然一连赶了3个垒包哦，直接把垒包上的队友都清空回来了。这一棒带有2分的打点。哦，这个时候第一时间的一个起跑又抓的还蛮不错的哦，所以刚打出安打的 Jasper 马上就在接连的上演是盗垒成功。所以一局下半，美国队这边一波靠着选球，然后刚刚终于出现这一局的第一支安打哦，马上就是带着2分的打点，一个大局非常大的一个大局的攻势哦，直接8比0来取得一个开局领先了。哇，这球也咬得很扎实，有可能会越过左外野手头上，果然，那这个时候二垒的跑者应该可以轻松回到本垒，就看这个打出安打的跑者，这个时候虽然是左半边的球，但是还是直接来挑战3垒哦。这个越过左外野头上的长打哦，形成一支3垒安打，再把原本在2垒垒包上的一个队友给送回来，9比0。那换上侧投的这位投手上来之后，被连续打2支安打，可能最大的关键是他虽然控球控得进来，但球速也明显比前面2位队友还要再来得慢一些些哦。所以第一局就打2轮的美国队打线来讲的话，其实也适应得非常快哦。现在速度变慢呢，对他们来讲球看得更清楚，更好打了。这个球并没有把球跟好，所以这边打者是挥得太早，球棒出得太快哦，挥棒落空。投手取得2好1坏的球数领先。哎呦，这个球还是打者厉害哦，一个投在比较外侧高的位置哦。想要吊一下，但是打着一个保护自己好球带的出棒，阿达里还是掌握的蛮不错的，再把3垒的队友给打回来。等于一局下半，美国的攻势哦，在韩国投手这边，第一任投手是连续的4坏球。第2任投手是连续的爆头，现在换了第3任投手是连续的被安打，
投球的动作比较大，那速度也比较慢的关系，比较慢这样的一个关系哦，两种的因素的加成，所以刚刚看到这个除了被连续安打以外哦，安打上垒的跑者也都马上在第一或第二颗球做盗垒的启动，并且都挑战捕手成功。哇，这时候再往三垒跑，而且这个球打得比较强劲，三垒手也没办法挡下来，所以这个跑者也绕过三垒之后，回到本垒来做得分。连续第4支的安打出现了。所以第一局在第2轮的一个进攻，从 Strasburg 开始，一直到刚刚的 Anderson 哦，现在又是连续的4支安打。好，投手正面的滚地球，我这时候选择这边看看后面做 follow take， 三垒审这边认为是安全上垒，但是积极要往2垒抢，多抢一个垒包的 Roscoe， 这个时候在2垒前面是出局了。哇，那投手导致他第一时间哦，其实想法上面他可以是直接传1垒哦。我最后的结果是一样哦，这一局需要的第2个出局数哦是有拿到，因为三垒这边其实它是一个非封杀的一个状态哦，你传到这边要做触杀，如果没有成功的话，刚刚急跑员他没有那么积极的往2垒抢进的话哦，可能会任何出局数都抓不到，形成1-3垒有人的状况。所以可以说，韩国队刚刚在内野守备上面哦，应该三垒手这边也还算冷静，就是处理完这个触杀完，知道没有抓到出局数之后，有马上观察到这个1垒跑者太过积极要往3垒抢的这样一个想法。哇，这个正面球游击手接到，看起来应该也没有机会了哦。这个三垒手碰到这颗球，颗心到游击手这边的时候，弹跳的比较高，也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所以打者这边还是趁着这个空档哦，站上1垒。那这个出局数1垒封杀抓不到3垒的分数，当然就要再回来了。第一局韩国已经换了3个投手来讲的话，其实第1跟第3位投手的一个单局的一个连续用球的量哦，用球数都比较多的情况，这时候投手也开始出现比较多的坏球了哦。所以刚刚选到4坏球的 Bassman 已经是单局第2度的4坏球保送上垒了。
那目前为止1到7棒只有第2棒哦，曾经在第1轮当时制造一个出局数哦，否则1到7棒应该是所有的人都在前2轮来讲的话，第1局都上垒过2次。哇，这个球捕手第一时间碰到之后，又弹到旁边去，所以让原本1、2垒的跑者再往前分别推进1个垒包，来到2、3垒。韩国这边在投手这个开局就非常不稳的一个状态底下，看到牛棚区整个过去热身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了。而且刚刚也有观察到，现场也有观察到捕手这边的一个，不管是回传球，还是对于自己没有办法帮助投手把球给确实接捕下来似乎也开始有一些比较有情绪性的肢体动作这个对这场比赛的一个开局，真的对韩国队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难过的非常麻烦的。这时候应该是又要做投手的更换了，教练已经对牛棚区这边在招手了因为连续的4坏保送再度出现了，已经第1局2人出局了，但是1到9棒第9棒都进入到第2轮的一个进攻了，第2次在单局站上打击区了。好，这个时候在韩国队这边的话是更换上了这个背号26号的金泉士。对，韩国这边是把原本担任这个金泉士是今天安排原本担任2垒手的一个选手所以在刚刚来讲的话，等于是要换上来的应该会是接替在场上做守备等于就取消指定打击了来做这样的一个更换。好，那更换上来的是应该是这个在场边刚刚有做热身的其中一名球员背号8号的影像者。然后因为原本的2垒手就是现在在投手丘的金泉士上来，所以就等于是直接做投手位置跟2垒手的一个位置上的一个对调。那指定打击已经被取消了。那这个时候要上来打击的是今天担任第9棒，同时也是美国队的先发投手 Silva Wing。这个我想这样的一个比赛过程的经验，对 Wing 来讲应该也不常见这第1局上来打击的感觉，站上打击区的那种熟悉程度，可能待的时间比自己在前一个半局站在投手丘的时间还要来得多，还要来得久。那 Win 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应该是刚刚前一次上垒之后，原本待在1垒借由队友的一个安打他可能觉得要保持自己身体的热度跑得很积极连赶3个垒包，回来本垒来得分。
哦，这个球竟然去追打了坏球。偏内侧的球给选掉，球数来到2-2坏。一局下半，目前美国队的攻势还没有终止哦。两出局满垒的情况，第9棒的打击。啊，这个球投手自己接到之后，稳稳传应该就有了。哇，终于结束这一个非常难度过的半局哦。不过一局下半连续的安打40球的一个出现哦，也让美国一波超级大局的攻势哦，一局12分的进账哦，一局结束12-0领先韩国队。世界杯厅藏棒球锦标赛第2天的赛程在林口国立体大棒球场进行。第2场比赛哦，由美国队跟韩国队的交手。后攻的美国队在一局下半哦，一波强烈的进攻，但也跟韩国队的投手状态不稳定有关系。很罕见的单局哦，超过2位数12分的一个得分进账。3垒方向的滚地球，3垒手接到之后，这虽然高了一点点，但落下来还在1垒包附近哦，并且1垒手是采取这个触杀跑者的一个方式哦，所以没有问题。一样稳稳的拿下第1个出局数，但有时候像3垒手这个传球的一个不稳定哦，其实也会教练都会去观察到，是不是前一个半局有时候进攻太久了。所以有时候不管是投手场边热身的维持哦，其实像天气寒冷的时候，那个比赛进攻局数比较久的时候，也会去提醒到说，有些守备球员你如果觉得需要去动一动，维持自己身体热度的话，这个小细节是非常重要的。
在顺利取得第一个出局之后，投手这边反倒是面对第二棒的打者哦，接连出现连续3颗坏球。哦，又是3垒手来处理，哇，这次的调整就没有问题了。很快的针对前一次哦投球稍微高度高的问题做修正哦，这次是准准的传向自己一垒手队友的一个胸口位置哦。那当然，因为 Silver Wing 他的一个基本球速蛮快的，加上身高的一个优势哦，出手角度其实还不错。所以让韩国队连续2棒哦，是打得到球，但明显打出去的球都比较没有破坏力哦，都是软弱的滚地球。哦，这个球捕手没有接到，可能是因为局间的时候，攻守交换局间的时候，投手有几颗球好像特别全力吹得很快哦，有感觉得到捕手其实有时候在接也有一点点压力哦。可见 Silva 他本身真的速度，哇，这个球棒断了啦。这换游击手，我传准传好啊，结果这个球没有传到位哦，是太早落地了。这个一垒手并不好处理哦，因为不是这种刻意要传一个弹跳有速度的，而且方向也有一点点歪掉。这当然这球来讲的话，就有点可惜了。感觉好像是缝线没有抓好的情况底下就要出手了。还好现在美国队领先的分数算蛮多的哦，应该投手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才对。好，在孙正浩跟许吉仁被连续解决之后，其实投手制造了第3颗滚地球，不过马孝俊借由游击手的失误上垒，这时候上来打劫是金尚贤。这边要更正一下，因为原本的棒次金尚贤哦，他是在这个棒次来讲是指定打击，但是因为前面的一个半局，韩国队已经做了一些守备人的更换以及投手的更换，所以当时已经取消指定打击。这个是接替上来的背号8号的影像者哦，也就是他是上来做2垒的防守，然后原本当时的2垒手已经在上一个半局担任投手的任务了。刚刚有上去，不过还没有找到球哦，必须要赶快去捡哦。这个往3垒跑会不会有点太积极了？哇，被触杀了！这个对韩国队来讲落后12分啊，这个抢进就有点可惜。
那这个第3个出局发生在三垒这边哦，也结束了他们在2局上半的一个进攻。回到第1届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的比赛现场，那在第2天的第2场赛程哦，美国队对韩国队的比赛当中，目前比赛开局哦，因为单局的一个12分进账哦，大幅领先的美国队哦，是有可能在这场比赛会有机会来形成这个提前结束。那当然，就美国队来讲，因为今天等一下还有一场跟中华队的比赛哦，可以的话，如果能够提前结束，当然对投手的一个使用还有整个体能的一个调节来讲，会是比较有利的。所以整个他们教练团应该会朝着这样的一个想法去走。那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投手所呈现的一个压制力哦。以前个半局来讲，连续的制造滚地球，以及韩国队的打者整个受制于他的球质，可能力量没有办法发挥的很好的情况底下，应该是会想办法能够省投手，能够省所有的一个野手体能的消耗，能省则省这样的一个做法来迎接单日的第2场比赛。那当然，对韩国来讲的话，整个先发投手包括第1局就使用了3任投手，看起来状态都不好的一个安排，还有整个节奏底下，后面接替上来的投手，可能整个压制力啦，然后好坏球的一个控制来说的话，还是必须要去把它给掌握好。那第2局刚刚选到4坏保送上垒的 Strasburg， 今天当然前面3次哦，今天整个打线美国队应该是有不少名球员，前2次都是上垒率100%哦。开路先锋当然是3次上来，3次都上垒啊。这个飞球看看外手的一个掌握有没有机会，哇，最后也没有办法接到，因为往前跑动比较长的一个距离。那当然，原本1垒的跑者是先做观察不可能去预设说这一球对方一定接不到，所以也相对保守一些。等到确定落地之后，只推进了1个垒包。当然，这个球也没有发生任何的一个失误理论上应该是会记为一支安打才对哦。
捕手这边刚投手的这一个偏低的球，一样没有办法确实给接捕住，所以原本1、2垒的跑者，这个时候已经推进到2、3垒这边了。那也不难观察出来哦，其实两队在投手的一个基本速度哦，上面就有一些的一个落差。所以韩国的投手面对美国打者，普遍攻击能力都蛮强，挥棒速度都蛮快的情况底下，可能也比较畏惧大胆来挑战好球带哦。因此多数时间的这个投打对决过程就是坏球走在前面，当然投起球还会更为辛苦。这个球投手手一伸哦，但因为打得强劲了，很快的就从中线这边穿越出去哦，形成一支安打，也顺势把原本3垒的跑者给送回本垒。原本2垒的跑者要确定这个平飞球不会被接杀的情况底下，稍微启动会观察一下，慢一拍，因此也停留在3垒垒包上而已。不过美国队在第2局的一个攻势哦，现在一样又是这个连续上垒之后有安打出现，并且还没有任何人出局的情况。一垒跑者有做启动，不过这个球捕手接到之后，并没有往2垒来做送球。再次形成2、3垒有人的情况，第4棒 Anderson 的打击，低角度的球，这一次捕手有把它先挡下来。除了先发投手以外换到第1局观察，换到第3任，包含现在这第4任的投手，后面第3、第42任投手，感觉就是速度已经不具有压制力然后感觉都是要好球带投进来，都是用这种放进来的方式当然，相对以这种方式在投的话，如果打者做全力的一个攻击，但打出去球也比较强劲守备球员的压力当然就会变得蛮大的。这球想要用放的，但也没有办法把它给放进来因此又出现了一个4坏球保送。Roscoe 上来打击，今天上来打击的时候，前面的队友非常多人次都已经上垒了。第1局的第1轮他是选到4坏球保送。
哦，这球要用放进来的方式哦，放的还蛮准的，所以速度不快，反而让打者这边哦出棒出的太早，没有办法掌握好这个节奏，形成一个本垒后方的插棒界外球。球速来到2好2坏。2好3坏，无人出局，满垒。2局下半，美国队的进攻，目前美国队已经是13-0的一个大幅领先了。哇，这个球还是没有办法投进好球带哦，所以又在免费奉送分数了。哇，韩国队这边教练也上来跟主审哦，再做投手的一个更换。背后9号的李贤喜这个时候上来接替投球的工作。那当然，这已经是今天在韩国这边所更换的第5位投手哦。不过整个关键可能还是在想办法投进好球带哦，然后让美国队这边哦，可能你还是要想让他们打，然后再交给守备来处理哦。整体来讲的话，昨天的开幕战之后，今天其实看到等于是这次参赛5支球队所有球队亮相哦。其实不难感觉到，像日本队友们早上的比赛看到他们那种投手的控球啦，然后内野很扎实的一个防守。那美国队这场比赛所呈现的就是投手有好的快的一个球威跟球速，那攻击端他们那种比较强力棒球这样的一个风格。其实也跟各国家他们在那种一级球队所呈现的一个风格是很类似的。哇！不过在接替的投手上来之后，也还是一样走了2颗坏球在前面，连续3颗坏球。好，跑爆这个时候应该也是4坏球哦，那这个4坏球当然同样带有打点的进账。
哦，这球是从打者的身体后方过来，这个也影响到，因为是右打者哦，稍微影响到捕手的接球，所以这边球又漏到这个本垒后方，当然三垒的跑者又要回来得分哦。哦，这个球看看捕手有没有办法掌握到就定位，没有问题。本垒区附近上空的一个飞球，在界外区捕手终于替球队这边拿到第二局的第一个出局数，一人出局。当然，这个球跑者原本2、3垒的跑者是不可能往前来做推进的。速度比较慢的一颗球，不过有放进好球带。第8棒 Gustav 的打击，这时候球数来到1好1坏。二垒手正面的滚地球接到之后，因为手背也没有趋前哦，分数差的关系，所以当然直接就选择往一垒做送球。那美国队这边三垒跑者是回来得到本场比赛第17分，但这边韩国队是拿到第2局的第2个出局数了，2人出局。第9棒投手 Silver Wing， 本场比赛第3度站上打击区。这球因为投手的一个球速比较慢的关系哦，出棒还是早了一点。Wing 这球把球一路带到了这个左外野的界外区了，1好1坏。偏内侧偏高的坏球，球速来到1好2坏。哇，这个球在界内三垒手碰到之后，并没有办法把球给拦下来哦。那当然，这个球这样的话，应该有机会被记成一个失误哦。那原本垒上的跑者哦，就回到本垒来得分了哦。这前面就已经提过，因为投手速度比较没有压制性的关系，被打出去的球比较强了。但野手要处理这些球来讲的话，会比较辛苦一点。所以1、2两局哦，连续2局美国队的进攻都是进攻超过9个人次，超过1轮了。
哦，这个时候美国队喊出暂停哦，那是做了一个一垒上带跑的一个更换哦。好，当然，因为他带跑的是这个投手哦，如果没有一些赛事相关特殊规则的话，其实也意味着等一下下个半局，美国队这边应该要做投手更换哦。那换上带跑的是4号，背号4号的选手。那背号4号的球员是这个Ethan Shepard，他来接替原本的这个 Silva Wing， 也是本场比赛的一个先发投手。我在更换代跑的同时哦，其实韩国队这边的投手还是没有办法有效的压制哦，并且找到好球带。这边又出现了4坏球保送。哇，这个时候杠击出3游间的一个穿越安打。带跑的跑者这时候回来还是早了一步哦，因为捕手最后没有办法完全把球给掌握下来哦，所以杠这一个3游间穿越的安打带有1分的打点。那美国队今天打线上面哦，大概多数的选手是不断的仔细选球哦，那就集中在2、3、2棒哦，包含现在的3棒 Long， 他个人是2支安打，刚刚挤出个人本场比赛第3支安打的杠，哇，这边是不是有记错球数还是怎么样的情况发生哦？所以2垒的跑者他往3垒跑的时候，跑到一半啊，他也停下来刹车了。那这个时候吸引捕手往3垒做传球，好，问题是这边传球并没有办法把传接的一个内容给做好，还是发生失误啊。所以如果传准的话，看起来有机会哦，抓到这一局的一个第3个出局数哦。但失误发生后，又形成这个2人出局2、3垒有人的局面。好，这个牵制被抓到了。那3垒跑者离垒过远的情况底下哦，牵制出现这一局在7分的进账哦。2局结束，美国队取得19-0的领先。谁下去没？刚刚谁下去？换谁？都不要换吧？对啊。这比赛有规定可以对跑投手吗？有吗？他7号要上来了嘞。对啊。
好，回到比赛现场，第一届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美韩战，目前美国队19分的一个领先哦。那当然，在前个半局就有提到，在当时第9棒投手做代跑的情况底下哦，必须要做规则上必须要做换人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投手丘上的投手已经换成这个 Jalen Johnson。那二垒手的部分哦，原本二垒手 Roscoe 也退场哦，这个时候换上应该是背号32号的 McBride。根据了解哦，可能每个国家哦，在本身自己国家赛事一些规则引用的一个制度上面的不同哦，美国队可能是疏忽掉哦这一次赛会来讲的话，并没有这种。投手你做这样一个代跑之后，还可以留在场上投球的这样一个特殊规定哦，它就是照一般规则的，你做了这样的一个代跑更换，你就必须要做换人。那在左外野手的部分哦，应该也有做人员的更换，由背号4号的选手上场来做接替。打击区的打者，就是前个半局就有上到打击区的。这个时候，影像者他选到室外保送上垒。当时他打击的时候是，手背端哦，曾经出现应该是一个爆头的一个产生完之后，那自己的队友在垒包抢进太过积极，后来出局数是发生在垒包上面哦，因此跨局又再有继续登上打击区的机会。那这一次是选到保送上垒。目前在打击区打击的也是在更换后上来接替的李贤熙哦，也不是原本先发的选手了。但这一局目前看到 Johnson 他在投手丘上哦，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因为热身哦没有完全充分的关系，速度来讲也跟先发投手一样非常快哦，但控球的感觉就没有这么的好，所以坏球数偏多的情况底下哦。这个时候，可能韩国队会有一些的机会哦。哎呦，我这个这么快的球哦，然后又偏内侧哦，这从打者的视角看起来应该会蛮恐怖的。连续2个4坏出现之后，美国队教练也赶快喊个暂停哦。虽然领先的分数哦，算是有一定的一个安全距离啊，但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出现，对任何教练来讲的话哦，都比较不希望发生啊。所以上来应该是对跟投手做提醒，这时候要不要考虑说，速度稍微降一些，然后把好球带先找到，然后先投进去。8、9两棒上垒之后，韩国队这边的攻势是可以串联到这个前段棒次开始，一般也都是这种可能技术面啊或攻击能力比较好的选手。好，在教练喊完暂停过后，面对金善道的打击，江省投出第一球是好球。连续2颗的好球，真的速度感觉有明显的，刻意稍微降一些哦，就球要把球给投准。哇，这个球打得非常好，直接打穿1垒中间的防线，右外手居前处理之后，因为分数目前还差得蛮远的哦，韩国队这边的跑者也
没有太过积极的一个想法哦，先以累积这个更多的跑者慢慢追分为主，所以这支安打暂时没有带有打点，但形成了韩国队这场比赛第一次的无人出局满垒的一个得分机会。这支安打也是这场比赛韩国队团队所击出的第一支安打。第二棒李允熙的打击，目前面对投手 Johnson， 先选到2颗坏球。选得很有耐心哦，偏低的球也没有受到引诱，3坏球。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保送的话，有机会帮助球队哦，在这场比赛破蛋。哦，这个刻意退出来了，但球一出手，其实蛮明显的，就偏离好球带很多。韩国队在这场比赛得分啊！徐救明的打击在投手出手前哦，他一瞬间把球棒横了过来，端出来，有点好像要突袭短打，然后试图的做这种类似强迫取分哦或安全触及取分这样的动作。不过最后并没有如实来执行这样的动作，不过也吸引了美国队的捕手，接到球之后退出这个本垒的这边区域来观察一下三垒跑者的动态。江省面对徐炯明，目前球数来到2好2坏。这球捕手挡得很好。在无人出局满垒的情况底下，这个时候江省又出现了连续第2个4坏球。所以是不是在美国队的投手，其实2任投手速度不讲哦，控球能力的部分也有一些明显的落差哦。那这个时候就要看他们整个投手群的一个其他投手阵容里面，哇，这个要被换掉了。看起来美国队教练是有要做投手的更换吗？但是好像他是会要留在场上做守备的样子哦。这个时候江省是往外野这边，感觉是往外野这边来做跑动。
这个时候来紧急接替的投手是背号11号的 Jason Marple。所以这一局美国队发生的状况哦，这个如果是真的是因为前一局那一个换代跑的一个规则上面的不了解去疏忽到的话，所以这个也凸显有时候棒球比赛就是这样，对规则的一个细节哦，这个对比赛影响都蛮大的。因为原本的先发投手其实整个压制的过程还算蛮稳定的。那除非你在后面的一个投手准备是本来就有这样的想法哦，才会在当下觉得说他上垒之后我要做代跑的更换，否则你后面的投手没有准备好，你误以为说，他做了代跑之后还可以上来做投球哦，就会产生这一局我们在场上看到发生的状况一样。现在要看第二任这一局再换上的这个第二任投手有没有办法来有好的一个控球。当然，以现场热身 Jason Marple 上来之后，看他的一个投球机制来讲的话，整个1、2、3任投手比起来，还是前面2位队友来说的话，感觉上会整个投球机制上面来讲比较好，比较固定一些哦。韩国队大幅的比分落后，不过在3局上半的一个进攻，目前是追回了2分，并且现在还是维持无人出局满垒的一个攻势状态。哇，这个时候出现爆头了哦。好，面对宋永泰投手，这个时候投出了上来投手球之后的第一颗好球，制造了挥棒落空。球数来到1好2坏。好，还是一个偏低角度的球，捕手挡到之后，稍微落在旁边不远的地方，投手很快的过来本垒区做补位，所以三垒的跑者冲出来几步观察之后，再度回到三垒垒包。对，投手还是一个挖地瓜的球，捕手是很尽责的哦，先把球给挡下来，挡在附近哦，至少让三垒的跑者哦不会第一时间就有办法回来借由爆头来得分了。所以这一局变成是美国队的一个投手也出状况了。目前一样是还没有任何出局数拿到的情况底下，也出现了单局的第5个4坏球保送。
看起来用了一个大角度的曲球变化球来抢得好球。孙胜浩的打击跟投手的球速目前来到1好1坏，无人出局，满垒的情况。这球投手投出来偏低偏外侧的球，打着挥棒落空。哇，这个球投手自己投出这次3振之后，非常振奋哦。终于美国队拿到这一局的第1个出局哦。打者这边当然是因为挥棒落空哦，没有打到球哦，就没有任何机会把跑者垒上的一个队友送回来。这场比赛其实目前分差领先差距还蛮大的哦。你可以观察到另外一个关键，可能是在投捕配合这边哦。至少这一局，美国队的捕手在挡球的部分哦，竭尽所能的把这些提早落地的球给挡在前面哦。这一来一往之间的分数差距哦，可能至少会有5到6分呢。第一局当时一些连续4坏球之后的一个连续爆头哦，当时就掉了至少3分。然后后续第2、第3局也都还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在 Marple 这边，他的一个大角度的变化球，好像也逐渐找到整个放球点跟手感。好，这球打成中野方向的飞球，中野手示意队友他来做处理。接杀拿到出局数之后，往本垒这边传应该是没有机会了。不过在这个分差底下，对美国队来讲，重要的是制造出局数哦。那当然距离也够，所以3垒上的韩国跑者也借由这个高飞牺牲打回到本垒，来取得这场比赛的第4分。那这一局韩国队的进攻也刚好打了1轮哦。第9个棒次，马孝俊要上来做攻击。2人出局之后，目前韩国队在3局上半的攻势是1-2垒有人的一个状态。那打者马孝俊这边又选到了3颗坏球。刻意的退出打击区哦，有时候这样的一个动作是会去影响到投手。不过 Marple 这一球是有把它投进好球带，球数来到1好3坏。
好，最后还是出现四坏保送，两出局之后，韩国队再次攻占满垒。尹相哲这个半局第二度站上打击区来做攻击，那他也是这场比赛第一位踏回本垒替韩国队得分的球员。韩国队的攻势就是从他的一个选球上垒，然后回到本垒得分开始的。这个时候 Marple 还是有坏球数偏高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现在球数又来到1好3坏。哇，再度出现4坏保送了。这个4坏保送出现之后，也让美国队的教练必须喊出个暂停，因为后续还有一场比赛要进行那如果是这一局，他并不是因为前面我们讲到投手的一些安排的想法的话，你不止分数被追进就是整个投手的一个消耗过多的话，这个也对往后如果要比较争取比赛的胜利或名次来讲的话，会有一些影响。所以还是会希望投手有一定的一个节奏，然后并且能够在原本设定的看是不是能够在这场比赛提前来结束对手这样的考量底下来完成它，所以必须在这个时候叫出暂停。Marple 面对9棒打者，目前的一个球数是来到1好2坏。这个球捕手这次没有办法挡住了所以3垒的一个跑者这个时候也借由这个爆头回来本垒得分。所以一下子韩国队在这一局也借由对方跟他们第一局发生的问题一样一瞬间比数追进了1/3了现在分数来到19比6。
哇，连续的爆头，而且这个四坏球变成三垒的跑者还可以回来得分啊！打击区上的打者哦是上到了一垒，所以2出局之后，目前是1-3垒有人，而且韩国队已经把分差缩小到只剩下12分了哦。美国队这边应该是一定要做换头了啦。啊，这边看起来是由这个背号1号的 Zachary Gunn 他来接替，他是原本有先发在场上的野手，所以这个是不是代表着美国队哦？一种可能是他投手群哦，投手还有保留哦，他不希望在这场比赛再有投手的消耗。那另外一种可能是他投手哦，就是以这场比赛先发的是最稳定的一个。那其他的话，可能要由野手来分摊，再加上我们看到第2、第3任投手哦，这样子大家共同来进行类似车轮战这样的任务来完成哦。那投手间的一个能力可能会有一些落差的情况哦。那这一局原本有上来第1任做接替的投手，这个时候再到这个一样留在外野了，在场上做防守。哦，场上守备位置的轮动哦，根据记录这边，就是球队跟记录这边的一个回报哦，就是投手到左外野，左外野到中外野，中外野到投手这边来，1781的一个数字位置的轮动。啊，这球捕手这边稍微漏了一下的同时，一垒跑者观察到，所以稍微 delay， 但是哦，跑上2垒这边还是没有问题哦。传过来这边2垒手接球是没有漏掉哦，不过似乎跑者的脚是已经先滑进垒包了。好，反而是身为野手的杠上来之后，感觉他整个控球的能力哦，还蛮不错的。好，这球打到3垒方向，滚地球3垒手接到之后传向1垒没有问题，3人出局，也结束了这个半局哦。韩国队有一波不错的进攻，韩国队在这个半局借由对手也出现很多的一个4坏球的情况哦，
一口气哦把分数缩小到19比7，12分的落后。好，第一届世界杯听障棒球锦标赛在第二天的赛程第2场比赛，韩国跟美国的比赛，投手状况比较不好的关系哦，形成分数比较高的一个打击战。那在这个半局，韩国队这边也做投手的更换，那这边是换上背号14号的申玉元。我这场比赛也因为双方投手的一个40球过多的一个状态消耗的时间比较多现在在比赛其实是7局，并且有2个半小时实现的情况底下等于落后方的韩国还是比较劣势的，因为他们必须跟这个所剩不多的时间来做竞争啊。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就是这个时间只要一到点的话比赛就会大会这边就会裁定来做结束的
声援这个时候跟打者这边对决的球数是来到满球数2好3坏。我这边的记录如果没有错的话这一棒的打者这个就要看韩国这边他们自己有没有他们的记录这边这边应该就不会提出抗议了那另外就是根据大会这边。好像是说时间到点的关系比赛应该会因此而在这个时间点做裁定那我刚刚提到的是说，在刚那个棒次，其实他是我看背号记录他是当时带跑投手的 Shepard， 那他应该不会是在刚的棒次在做打击。但如果是错位打击的话，因为刚他是出局的状态所以其实韩国队应该也不会去提出任何的一个抗议申诉才对但不管怎么说现在走在前面是这个时间到点的问题，应该这场比赛的一个比赛胜利就会有这个大幅领先比赛前期第一局就制造了一个12分大局的美国队所收下了。那这场比赛其实还是以美国队的安打所呈现的来的比较的多。那等一下稍作片刻休息之后美国队还有一场比赛要跟中华队来做进行。那现场中华队其实已经到场了，等一下经过一些热身之后。大家球迷朋友可以期待下一场比赛的开始。那这场比赛的转播服务工作都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马上在下一场比赛再会喽，拜拜。